去你丫的！KO！ 注意看，日本狂人举着双拳，本想暴揍中国选手，结果惨遭河南小伙一拳闷倒，消失在屏幕镜头前。被打晕的日本狂人本想起身继续战斗，摇摇晃晃，当着裁判的面差点跌落擂台外。台下的中国观众无不赞叹河南小伙揍得太过瘾。被一拳打晕的日本选手名叫三轮玉树，此人与日本踢拳名将武尊出自一个训练拳馆，就算实力不如武尊，至少也是踢拳擂台排得上号的一流选手。不过就算如此，三轮玉树依旧不改日本人的嚣张嘴脸，发布会叫嚣中国选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不仅身材矮小，还特别不经打。故此，今天的河南小伙薛深圳有绝对的义务暴揍，送他回老家。薛深圳上台前也向自己的老师武僧一龙立下了军令状，如果没有击败 KO 日本选手，当即退役，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薛深圳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薛深圳，黑色拳套就是日本选手三轮玉树。三轮玉树果然不同于其他日本选手，比赛刚开始就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欲望，与薛深圳拼拳换脚。反观咱们的中国选手薛深圳也不是吃素的，迅速拿出犀利刁钻的拳脚还以颜色，说什么都不可能让一位小小的日本狂人在中国撒野。两位都是拼命三郎。那我们这个日本选手三轮玉树，他来自于这 K1 俱乐部啊，目前和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武尊是在同一个拳馆来训练的。然后他说，这一次他抱着这个武士道精神啊，就算被击倒也要拼到底，拼到底。那么薛深圳也是一位拼打能力很强的选手，也是河南人虽然叫深圳，但他河南人是。有着战斧之称啊！是，他是靠孩子在做一些家里的活。有一次是跟爸爸赶羊去市集啊，看到这个武校的招生海报，才开始去训练的。很能吃苦的一位这个选手。是的，那么进步也很快。对，目前在翼龙奥羽俱乐部训练。是，一上来这种比赛的这种节奏是非常快，频率非常高。那过去啊，其实薛深圳比较喜欢用低砍踢，但是他的教练是一个职业拳击好手，所以呢，最近拳法也加强了不少。对，拳法加强。虽然说三轮玉树的嚣张发言的确惹人众怒，但是小编也不得不承认，三轮玉树的抗揍程度超乎薛深圳想象。就算薛深圳的拳脚精准且是大力沉，但是架不住对手太抗揍，根本无法造成有效重创。薛深圳也明白，在坚硬的石头也会有被打碎的一天，只要自己坚持到底，霸气硬刚，三轮玉树迟早会被自己势大力沉的重拳击倒读秒。一直在找这种突破，对找这种优势基础比较多，一上来对，那他的拿手好戏还没出来，他的前脚的一个扫踢非常的快争取那个距离是。一个后扫踢是应该说是前后扫踢对，都在调整着用。他的后扫踢是没有折叠的，直接砍下去，像一根棍子一样，很痛。是，这也是他的拿手好戏啊。是。他薛深圳的第一场比赛在武林风的南京站的首秀，就是用他的低砍踢把对手 TKO 掉了所以今天他又用了这一招出来了。是。那么在这一段的比赛，三轮玉树也在这种打法几乎很相近，也在砍踢打完拳之后的砍踢，杀伤力也很大。对，那么两位选手的技术特点还很像三拳一腿，是包括这种都是打这种中近距离，两个人都不退，都顶着头在打。对。那今天三轮玉树打的是比较重击，那么其实他如果打快速的话，左右连拳是相当的快，跟机关枪一样。对，可以说是又快又重对。然后三轮玉树他有个短板，是他头部的抗击打能力有点问题，就很容易被击倒。是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日本选手的进攻动作层出不穷，仿佛拥有用之不竭的体力那般凶猛。能与日本武尊待在一个训练拳馆，的确不是无名之辈。虽然说薛深圳频繁猛攻，导致这回合打得有点力不从心，但是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，薛深圳依旧坚持咬牙硬撑。为了击倒日本选手，薛深圳选择了更为稳妥的防守反击战术。只要对手敢逼近自己，绝对吃不了兜着走。那么在第一集当中，这个蔡老师也讲了，这个三轮玉树的那种抗击打可能是他的薄弱地方，头部对。那么这个薛深圳也一直在找这种重击是重击的机会又是一个摆拳。是的。有些选手他已经受伤太多次，可以他变成玻璃架习惯性的被击倒。好，两边击负。
说到这个极负啊，其实有水平的勾的，也有斜上勾的，也有斜上勾。对，那洪翔你比较喜欢这个水平的，是斜上？我喜欢比较水平的，水平的，这样可以发很重的力啊。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薛深圳的防守反击战术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互相拼拳换脚期间，薛深圳不仅没有畏惧对手，反而是在对手进攻漏洞进行精准打击。如果说赛前3轮玉树可以好好对待中国人，或许薛深圳就不会打得这么拼命。但是既然日本选手都叫嚣到自己家门口，今天必须要让日本选手走着进来，躺着出去才算解气。所以有这倒数计时的时候啊，有暂停的话，裁判手势会做一个手势，那下面的计时会按暂停，让大家更清楚到底这一回合剩下几分几秒。对。那么在这一段的击打当中啊，这个薛深圳这个用了几记这个摆拳，后手的摆拳加扫腿，反而这个3轮玉树开始用后手的直拳了。是。那么也是一个外围的到内围的这样的一个对抗。这回合。薛深圳稍微调整一下体力在他们的拳馆里面，他们在冲他们的体力就是10秒钟心跳要达到这个。经过2回合的正面拼拳换脚，双方选手的体力则是呈现出了严重下滑的情况。但是就算如此，2位选手在擂台上没有停止出拳，仿佛心有执念。尤其是薛深圳从拼命进攻到拼命防守反击，现在又变成了拼命进攻，3轮玉树不给喘息的机会，这都寄托于薛深圳敢打敢拼的中国人气势。相信屏幕后方武僧义龙看到此情此景，一定特别欣慰。又是一个后摆拳，选手2个摆拳。因为有时候你想调整啊，对方不给你机会，不给你机会所以平常要做足这准备。第一个就是车轮战，就是说可能时间要轮你9回合，打3回合要轮你9回合。好，真的是2个人的拳都很重啊，对，况且输出的这个频率一直居高不下。对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2位选手的进攻攻势依旧热情高涨，这足以说明双方选手都不想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处理，而是要想方设法的 KO 对手，赢下最终胜利。这样下去，不单单比拼谁打出的拳脚更频繁，而是看谁能抓住重点，找出对手防守漏洞，给予致命一击。这是一个太漂亮了，果然一个前手的摆拳啊！对，果然没办法打了，没办法打了。这个就是柏林下发的缺点很突然况且也很准。是这个薛深圳的拳也很重，对这个3轮玉树的这个下巴确实也打了一场漂亮的 KO， 非常恭喜这位来自翼龙奥羽的薛深圳，漂亮的 KO。你可以透过慢放再来看一下，一拳。哇，这一拳，这是2个人在拼拳的时候抓住了一个空档，一个前摆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薛深圳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薛深圳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